大家好，这里是事事求是频道，专注于有一说一，欢迎关注并点赞，这样是您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2022年要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了吗？俄乌冲突打到今天，这个局面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原本应该实力碾压的素质教育，打成了低配版的全国总动员。由于大国的场面是越来越不够看了，未来会不会扔核弹还真不好说。俄乌冲突更像是全球矛盾一个发泄点，特别是最近这2年，整个世界都开始急转向右，似乎各国都在加大军费投入，随着等着打劫邻居或者被邻居打，所以就有网友开始问了：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如果打，什么时候的？要聊清楚这个问题，咱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前2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下来的。如果把20世纪的2场大战看作一场球赛，那么1战和2战就是这场比赛的上下半场，2战更像是1战的延续。而且史学界一直有个观点，比起2战，实际上依然的意义更重要，也更复杂。1战虽然打完了，但老牌帝国主义之间的问题没有全部解决，反而还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所以理论上2战无法避免。在1战开打前，地球上的大部分民族还没什么国家概念，英法西等老牌帝国在全球的殖民扩张已经玩意儿200-300年，能够瓜分的地盘基本都被瓜分完了，甚至就连美国这样发育较晚的小列强，也通过打劫老列强的方式占领了夏威夷和菲律宾，甚至还宣布整个美洲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不准他国染指。殖民地发展的模式已经见顶，而此时欧洲却出现了2个大麻烦，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沙俄。咱们先说德国。本来俾斯麦是不准备玩殖民游戏，一是当时的德国军队实力不够打不过英法这样的老牌帝国，二是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也非常一般，并不需要庞大的倾销市场。俾斯麦下台后，德皇威廉2世终究还是没忍住，但他们的殖民地主要集中在东非、西非那些英法不要的地盘，而中国青岛名义上是德国的殖民地，但实际只能算个势力范围。在1战爆发前，西方列强瓜分了全球84%的陆地面积，等于蛋糕分完了。如果此时全球人口增长停滞，工业产品也不再增加，那欧洲也就岁月静好，大家维持基本体面，埋头压榨自己的殖民地也就好了。但问题是，自从进入19世纪下半段后，欧洲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工业生产能力和人类繁殖速度大幅提升。当时德国的人口突破了6000万，而俄国在法国的帮助下，国力也开始暴增，只用了大概30年的时间，就把人口从1亿左右提高到1.6亿以上。大家都知道，在没有新蛋糕去抢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口快速增长，那就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未来大概率要抢别人手里的蛋糕。所以当时的欧洲普遍患有严重的受迫害妄想症，只要邻居的人口繁殖速度高于本国，就认为对方随时都可能打过来。特别是当英法看到俄德2个战斗民族一边报海军一边报人口，非常确定这2国未来要有大动作，所以英国被迫加大了海军的投入，并把大量印度人和澳大利亚人编入军队。而法国因为人口少，又不愿意争着非洲大兄弟，不得不把士兵的服役年限从2年提高到了3年。欧洲的军备竞赛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而且了解历史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欧洲那个地方从来就没消停过，一言不合就要开启大乱斗模式，几百年打下来，积累了数不清的恩怨。而且俄国人一直都有个执念，那就是获得黑海的出海口，并打通去往地中海的海上通道。为此，俄国和奥斯曼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大战了10个回合，终于在1878年的第10次俄土战争中把土耳其人彻底打破。俄国人不仅拿到了进入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还获得了亚德里亚海的制海权。但作为欧洲大陆的再平衡者，英国是绝不允许俄国人出现在地中海的。所以俄土战争一结束，英国军舰就直接对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声称如果俄国军舰敢来地中海，那分分钟叫你做人。结果2边就僵在那里，谁也没勇气直接动手。而就在这个时候，德国人要求刷一下存在感强烈，要求给大家做个诚实的调停人。经过俾斯麦老先生的一阵忽悠，列强们
后退一步，签订了柏林条约。条约规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名义上还属于奥斯曼，但由奥匈帝国军事占领20年，英国得到了塞浦路斯。这件事儿，俾斯麦干得非常失败。首先，英国一枪没放就得到了塞浦路斯，显然是最大赢家。奥匈帝国一个人没死就白捡了2块地盘，也是躺赢。土耳其属于打败了，割肉赔钱也没啥好说的。只有俄国人一脸憋屈，打了个大胜仗，死伤几十万，结果还是没拿到地中海的出海口。俄国把这笔账全都记在了德国人头上，于是转身就和法国做了盟友。这样，德国在1战和2战中总是主动或者被动地陷入双线作战模式，也正是德国人当年张罗的那个柏林条约为日后的1战埋下种子。大家都知道，1战的导火索是萨拉热窝事件，但费迪南大公被塞族小伙枪杀，一方面是奥匈帝国在俄皇的鼓励下强行过户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就引起了当地中二青年的不满；而另一方面，则是俄国在1905年惨被小日本修理，向东发展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俄皇又琢磨着在巴尔干搞点，是为的还是获得地中海的出海口。本来费迪南大公被刺杀，欧洲各国的普遍想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只有法国人不这么想。当时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第一时间跑到俄国给沙皇打气，说这次一定要强硬往大了搞。俄皇觉得有道理，于是专门给法国总统安排了一次7万人的大阅兵，直接刺激到了德国人。后来的情况就不多说了。德国人联系上奥匈、奥斯曼、保加利亚组成了同盟国，俄国人则叫上了英法组成了协约国，一战就这么打了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新老列强对殖民地再分配的一次尝试，结果俄国崩盘，奥匈消失，奥斯曼被彻底肢解。而德国因为战败，不仅欠了一屁股债，各项功能也被英法完全压制，倒是东边的小日本趁机摇身一变，成为列强中最没存在感的一员。咱们说，1919年的巴黎和会实际上就是列强的那一次分赃大会，老牌帝国几乎都在这场盛宴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只有2个国家非常不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首先，德国老百姓普遍不认为自己打输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德军已经成功逼迫俄国人退出战争，并且敌方也没有一个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所以大部分德国人并不觉得自己战败，而是被国内的德奸出卖了。德国在1战中损失到总人口的10%，战后还被协约国切割掉1/7的土地。德国不仅要限制自己的军队数量，还要支付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所以德国人普遍憋着一肚子火，就等着哪天缓上了一口气，把英法俄全都给收拾了。而日本就更是不服气了。首先，日本人在列强中没啥存在感，在巴黎和会上，日本虽然自封5强之一，但却处处被排挤。日本代表团虽然舔着脸要到了青岛，但也基本得罪了国际社会，最终混了个没朋友。其次，日本上车晚了，等到日本换成军事强国，全球的殖民地已经瓜分完了，日本觉得自己的殖民地太少，心态自然就崩了。1926年，美国爆发了史诗级的经济危机，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世界。德国经济因为是靠华尔街扶持起来的，所以受到冲击最大，几乎一夜间，德国的工厂大量倒闭，近500万工人下岗待业，老百姓天天上街喊口号，实体资本能跑的全跑了，国内上到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其次是日本，由于日本人口激增，粮食需要大量进口，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日本的纺织品出口大幅下降，外汇储备大量减少，进口粮食也吃不起了。日本农民为了活命，儿子送到东北参军，女儿就送到风月场卖肉，国内也是哀鸿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被推上历史舞台，欧洲那边已经是暗潮涌动，而日本周边的关东军也开始四处搞串联。1931年发动了918事变，整个欧亚大陆开始失控。德国先生打了法国和波兰，随后又去抢高加索的石油，直接对上苏联。而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心态就开始飘了。他们原计划北上打苏联，同时在南下周英美，最后孤注一掷偷袭珍珠港，2战就此爆发。所以本质上1战2战都是产业资本的战争，
也就是新列强膨胀速度太快，大量人口和商品需要找到一个输出口，也就是所谓的殖民地市场。而当年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去抢2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国都市工业发达国家。说白了，就是蛋糕不够分什么哈士奇、金毛、秋田犬之类的，就打了起来。那回到咱们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先说答案，就是全球化。大家都知道，自从7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工业生产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搞定的事儿。比如生产一辆汽车，发动机零件是德国的，汽车上的软件是美国出品，车架轮胎玻璃是中国造，而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可能来自中东或者俄罗斯，这种生产模式就导致各国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发动战争的结果就是杀敌1000自损800。俄乌冲突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就很好的证明这一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提前进入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翻译过来就是美国人利用资本优势和美元霸权，可以无下限的收割全球财富。这里要划重点了，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最大的不同是，金融资本没有国界，金融资本家也没什么祖国概念，他们可以在加勒比的小岛上随便注册一个公司，然后跑到任何一个国家炒股票、炒房子，遇到机会还会叫上小伙伴一起去打劫。对他们的文明叫王室国际游资，说白了就是一全部按游戏规则出牌的超级财阀。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财富，他们也没义务向大众说明情况。另外，只要中美不彻底摊牌，这个事件大概率就乱不起来。大家要知道，虽然美国喊了几年要和中国脱钩，但就是不愿意和中国经济脱钩。因为制裁中国的这几年，美国国内的物价开始飙上，失去中国这个廉价工厂，美国就要忍受超高的通货膨胀。而且中国每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概是3000多亿美元，看着好像是中国赚了美国人的钱，但实际上美国在华的投资收益是33%，中国在美国的资产收益率只有2%到3%。美国资本在华有着非常巨大的投资和收益，所以说到底，维系这个世界动而不破的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一个国家参与的全球化越深，就越没勇气发动战争。像俄罗斯这样能够自给自足，靠卖资源就能养活2亿老百姓的国家并不多。但即便大哥拥有这么多的现金优势，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战争消耗。第3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底层逻辑就是全球化还没有完全解体。但按照今天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全球化能维持个多少年还真不好说。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至于第3次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那就要看在全球化解体之前，人类能不能找到新的技术增长点，或者世界秩序重新洗牌。原来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本改变。对此，你还有哪些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以上为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